啊，我讨厌廉价的 KO。嘿嘿嘿 ，K 了你怎么样？难不成你杀了我吗？所以我要把你 K 回来。纳尼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967。今天呢，在这款 SS 的变4大黄蜂啊，就我之前做游戏的时候，本来还以为这个 SS 的变4大黄蜂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能出来啊，结果没想到发这周末就发售了。那我暂时马上买一个过来品鉴一下啊。就这款上手第一感觉啊，就是非常素啊。就它全身除了胸腰这一块以及小腿前甲以外，它本身的人形就没有其他任何涂装了啊。当然我说是除了头雕以外啊，它本身人形就没有其他任何涂装了。就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素啊，所以说我到时候以后马上就重涂了一下嘛。就重涂的时候就发现啊，就这款虽然说很多地方设定图上都是黑色的，但实际上电影里面都是银色啊，但可能是那种比较偏暗的银色啊。但问题是我尝试用了一下枪铁色，就发现我这个枪铁色只要挤出来以后，再用这个笔去蘸一下，就基本上变成全黑了。就看到这一块就是我用枪铁色涂上去了，就这个颜色涂到黑色色上跟基本上没涂一样啊。所以说我后来没办法，只能直接上银漆了。那么回到这款玩具本身吧，就这款玩具它的收纳策略是比 UT 还要更加激进一点，就可以看到它除了车头以外，整个车壳全部都收纳在小腿这边了。就是这个小腿基本上就直接用车壳拼出来了，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小腿拆下来，可以单独拼一辆车出来啊。这当然也是设计师的无奈之举了。但是说实话，你这样做了以后，这小腿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好看啊，因为这直接把这小腿弄得非常臃肿啊，就是原本的小腿那个曲线直接看不出来了，而且大腿和小腿这个比例看起来也很不对劲啊。而且这款大腿明显是做长了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这个收纳就效果其实挺一般的，它只确保上半身看起来非常完整，但下半身就直接放弃了。就而且这款我拿到手以后，基本上可以实锤是没有接地的。因为我之前本来还以为说这个脚这边是不是左右两边其实不连着的，然后它靠一个后面这个球弯连着，这样的话它一样可以做一个左右接地。但是拿到手以后发现实际上还是连着的，因为脚这边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变形的这个连接作用啊，就说这个脚这边是完全定死了。那为什么之前看起来好像这款是有接地的呢？是因为之前这个图的时候摆的是这样的 pose 啊，这样图这样摆出来，这脚这边这个直着往下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。然后由于脚这边原本做了一个伪接地嘛，就它这边做了一个那种斜面啊，然后你放到包装盒里面，底下这一块是挡住的，所以看起来这脚好像是做了一个斜着的接地一样的，所以导致我们之前看这个脚看起来好像有接地一样啊，就实际上是没有接地的。我当时看到这两张图的区别以后，我还发了帖子来猜测说这款是不是有接地啊，结果现在一看我成小丑了。然后后面这4个轮子可以说是很不还原啊，因为变4风这4个轮子位置和3部曲是一样的，就一样的胳膊后面2个，然后腿上2个，所以说把这4个轮子当飞轮这个处理肯定是不对的，就这个肯定也是变形上的妥协啊。关键在于是原本地方甚至没有一个假轮子的刻画，就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对了，因为你之前这个骑士柱甚至是有假仙送的刻画的，居然甚至没有假轮子的刻画。当然你要把这个当假轮子也可以啊，因为这个看起来有点像电影里面这个轮子中间那一块嘛，但它并没有外圈那个橡胶轮胎的刻画。而且可以看到下面这个轮子它是连接的腰部，但实际上电影里面下面这个飞轮一样连接的是背部，这看起来就挺怪的。我看到这4个轮子第一眼的反应是这个齐达蒂娜啊，就后面这4个轮子看着非常像那种飘带啊，而且这4个轮子它是没有办法进行旋转的，就没有办法说往这边转一下，就看起来好像4个飞轮一样，就正面看不到的，就只能这样侧着放了，结果看起来就比较丑啊。而且这4个轮子所有的连接点全部打了铆钉的，相当于说这款这配件包都没得装了。然后这款这个头雕我第一眼看上去是很不习惯的啊，就大家见过鹰钩鼻的大黄蜂吗？就第一眼看上去好怪啊。不过对比电影截图以后，这个大黄蜂确实是鹰钩鼻啊，这只能说算是一个还原的点吧。我之前做 UT 竟然还没发现这个事儿啊。但这款头雕实际上还是比3部曲大黄蜂要好一点，因为可以看到这次这个眼睛是明确有瞳孔的刻画了，而不像3部曲大黄蜂那样就只是个圆啊。这样它这个眼睛确实比3部曲大黄蜂要传神很多啊，就这一点算是挺好评的。而且可以看到这边头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继承人标志啊，就这个细节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。然后这个肩甲虽然说是也不还原嘛，但我觉得至少做的比 UT 的要好很多啊。也当然这个肩甲上这个枪铁色是我自己涂的，这个银色也是我自己涂的，就可以看到这个肩甲明显没有 UT 这个那么高了，就 UT 这个肩甲我涂都涂不了，因为你这块涂黑的话，它车型前就是有一半黑色。然后这个肩甲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，就可以看到它这个连接杆连的是小臂下侧，就你这样旋转的话，它是可以跟着小臂一起旋转的。你这样转了以后，它原本这个连接点就直接失效了。而且你把小臂这样转的话，是会直接看到车头的，就是这块是比较尴尬。然后这款肩甲看着和 UT 一样是会干涉到可动的，但实际上并不会啊，
因为它这块做了个旋转啊，就是你在做可动的时候是可以动态去调整这个肩胛位置的。虽然说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，这个肩胛看起来会比较怪吧，但是至少它对可动上的影响是不是那么严重的？主要是之前玩 UT 那个肩膀玩出 PTSD 出来了。然后这款胸口虽然说在比例上会比较还原吧，但是可以看到对比电影里面这个胸口并没有那么立体，就这个也算是在变形上做出了妥协了，因为这个胸口做的太立体可能会对变形上产生干涉。然后这款背部虽然说也有做细节，但电影里面大黄蜂实在是太难看到有清晰的背面图了，所以说我背部直接就没有图了。就我之前甚至一度在想，实在不行照着 UT 图得了。接下来看一下配件吧，就是这个蟹钳炮。电影里面打金墨天那个导弹这次就没有附赠了。还有我这边要说一下，就我上期做 UT 的时候，很多人说那个毒刺导弹是打金墨天时候用的，但实际上你要仔细看电影就会发现这两个实际上根本就不一样啊。就打金墨天时候用的这个导弹实际上是肩膀这个导弹，这个导弹造型跟那个毒刺导弹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然后这个蟹钳炮原本也只有中间这边是涂了涂装的，后面这些黑色涂装全是我自己涂上去的。然后这个蟹钳炮真的是梦回 SS34啊，就也是这个只给了一半啊。虽然说我之前看爆料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个蟹钳炮只有一半了，但我实际上手的时候一样感觉非常难崩啊。就这一侧我也只涂了一部分啊，因为这边全是空的，我根本就不好下笔。然后这款安装是通过这边两个凸起对应这块和这块两个凹槽。这个炮一样感觉非常靠前啊，但是由于这块有了这个手作为缓冲的话，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明显。这个顺带一提啊，这小臂这块也全是空的，就你这块你加点加强筋我都不说什么，但这块就直接一整个全是空的。还有手臂中间这个连接轴，也不知道是他们抽时候风啊，用这个黄色塑料，这个是黑色塑料用完了嘛？这个你之前要用个黄色塑料。然后蟹钳炮收纳是通过这边这个接口对应这边这个凹槽。这样虽然说在这边会看到一点点偷焦啊，但是实际上也还行。然后这款由于没有接地嘛，所以这款的站立性可以说非常非常差。就你只要做那种前后姿态比较大的动作，这款就撑不住了。因为可以看到这块往前的话，只有靠这个圆弧来接地啊，就这个圆弧是很不稳的，所以这一块这个比较差评了。那么这边再拿出 SS02 毒刺和变色大黄蜂来进行对比啊，就可以看到这次这个手炮对比这个 MBEX 这个手炮看起来明显自然很多。然后这次这个到头顶这个高度竟然和 MBEX 这个高度差不多，然后对比 SS49 还真是矮了将近一个头啊，就没有到一个头那么多啊。不过这个高度差异感觉也比之前 UT 对比 MPM03 那个高度差异要小一点。然后这款虽然说的人不多啊，但也有那么一小撮人说是这款不如老物啊。就你要能说出这个话，那你都不是云了，你是连老物云都没云过，你才说出这款不如老物。就你总体看下来，这款绝对是比老物要漂亮很多的。就老物的话，它毕竟没有建模嘛，所以说它很多地方都是抠电影细节才做得出来啊。就你要说还原度的话，这款绝对是比老物要好的。就美型度上这款也比老物要好一点。和毒刺对比起来的话，它这个比例也是比较搭配的。但是毒刺这个设计毕竟还太早了，就是一个是 SS02，一个是 SS100号以后的作品了。所以说怎么说呢，这毒刺看起来设计还算比较古早的。这种拼出来的胸口也确实不如这个造型胸口那么漂亮。但是4个飞轮确实毒刺做对了。那么接下来演示一下可动吧。头部首先抬头低头是这么多，你把后面解锁开以后，抬头可以到更大啊。但是这怎么说呢？这变形结构啊。侧头是这么多，头平转会被后面挡住啊。就你只有把后面解锁以后才到360度。然后胳膊360度是没问题的。侧抬是90度。然后像我刚刚说的，如果你要摆这种侧抬的话，你可以通过把这个肩胛调整一下就可以了。这胳膊平转，它因为有这个肩胛存在的话，其实挺难到360度的。就你只有把这个肩胛这样放一下，它才能勉强到360度。曲肘是90度，手腕就没有任何可动了。腰部平转有360度，前踢是这么多。当你要把腰部往旁边转一点，是可以到更高的。后踢是这么多，侧踢是这么多。膝盖平转在这边可以有360度，屈膝是90度不到。然后像刚刚说的，脚部没有任何接地啊。就这款可动怎么说呢？就是它主要是没有接地那个问题啊，就其他地方算是中规中矩了。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变形吧。
就最后这块是要靠这边一个凹槽对应这边这个凸起啊。如果你发现这个凸起凹槽对不上的话，可能是因为你这块掰的不够往里面啊。那么这款这个车型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就我当时看到官图的时候，当时有点心里一紧的，因为这个车头感觉看起来不太像电影里面那种那么愣的感觉啊，反而是跟科迈罗6代那个通贩版看起来有点像了，就看起来都不太像这个电影里面那个概念车了。但拿到实物以后，那个心里的石头算是落地了，就这个车头才对位嘛，就像从电影里面走出来的一样。然后这个滚动性可以说还挺不错的。然后我这打转是因为我这边这个轮子中奖，就说它这个轮子是有点歪，可以看到，就应该轴打歪了。但总体来说滚动性还是挺不错的。然后可以看到后面这个窗户它是没有涂啊，就这块的话看起来有点怪怪的。这次把变4的 MBEX 版本拿出来对比一下，就可以看出来 SS 这款除了这个车头这边这个缝比较丑以外，其他地方还是比变4要好看很多的。就整体这个合缝明显更少了。然后这边再说一下，就上次做优气视频的时候，我看有人说是只有 SS 这边给这个轮毂做配色，但实际上不是的。就变4如果你买的是5人套那个版本的话，它这个轮毂实际上这边也有涂银色。上一次没提，确实是我那边疏忽了。然后这个配件连接这个紧实度还算可以的，但如果你左右掰的话，就一掰就下来了。就是如果你放口袋里面，还是要注意一下的。然后这款车约人的时候，可能第一下是比较难下手的，就实际上这些合缝可能看起来还是有点明显，但实际上找不到什么比较好施一点。就我建议你这个车约人的时候，第一步直接给它这样分开，就这样子还可以 cos 一下边2边路啊。就你这样子以后，这施一点就好找了嘛。接下来直接把车头这样掰一下，就直接掰下来了。然后后面的话变形就很顺畅了，那我就不再演示了。这款总体来说呢，我觉得算是中等偏上一点吧。就造型上我最多只能给到中等了，但手感还是加分不少了。就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变4风的话，那这款确实是可以入的。就可能还有人看完我这期视频以后觉得说，哎，为什么优气那么苛刻，那这款就松那么多呢？就我想说是你优气那款，你一个价格购买这个2个半了，就那苛刻一点是很正常的。那么这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，大家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